我终于也是有背景的 UP 主了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股水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身真实的一个经历。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，我吐了。但是在我几个月后，我重新吃它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。然后在我吃香菜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跟我这样同样的经历？所以那些觉得榴莲臭的人，你真的应该去吃它。你不仅会适应它的臭味，而且还会非常喜欢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吃世界各地因臭闻名的食物。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，缅甸的臭鱼酱，丹麦的难闻奶酪，日本的纳豆，这几款食物相对的话都比较出名。哇，这个王致和臭豆腐，我现在只知道它为什么要再套一个袋子。现在没打开，这4款最臭的就是它。现在我把它全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先。此时我房间的味道把苍蝇都招来了。这4款真的，一打开高下立判。这个王致和臭豆腐真的跟我上次吃的那个鲱鱼罐头真的有得一拼了。整体这样子闻的话，王致和的臭豆腐最臭的，接下来就是缅甸的臭鱼酱，再来就是这个难闻奶酪，最后才是日本的纳豆。我们先从最不臭的开始吃起吧。日本的纳豆，这个日本纳豆它送了2包酱，我们给它搞进去。像这个日本纳豆，据说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，而且全日本90%的日本人基本都会吃。因为日本作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，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们之所以长寿，就是因为吃了这种纳豆。像这样的纳豆呢，它带有一种纳豆菌，是可以强身健体，所以我也来补身子。这豆真的好苦，然后有点咸，味道还是有点怪怪的，但是扯不上臭吧。好，下一个难闻奶酪，这是丹麦进口的难闻奶酪。据说澳洲人吃这个难闻奶酪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。它这些之所以会有难闻，是因为它这个奶酪打了青霉菌，让它去生长。说白了，就是一块发霉的奶酪。我们就吃一小块看一下。这奶酪我觉得味道还行，吃上去有那种奶酪的香味，就是太咸了，我刚刚太大块了，我吃小块一点。但要配面包吃。现在吃这个缅甸的臭鱼酱，我买的是虾酱，就这个形状有点吓人，估计这个也是很咸的。杯子了，真的是又咸又辣又腥啊，受不了！这个豆腐乳不用说了，肯定是又臭又咸。这道王致和臭豆腐呢，据说是一个叫做王致和的人制作的，而且这道清芳臭豆腐还是当年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的一道御膳小菜。这回是我第一次吃这种御膳小菜哦，所以我们直接吃一小口。你说这个难闻奶酪跟那个缅甸臭鱼酱，它咸归咸嘛，但它起码的盐是散的。而这个呢，还咸到那个盐粒都在，就那种粗盐，一粒一粒的。但是它豆腐真的是香的。如果这道不要太多盐的话，估计这个我吃的会很过瘾，因为它过后的那个口感真的好香，浓浓的，好回味那种。好 ，OK， 现在对我来说，它们已经完全不臭了，闻着臭，吃着香。那我们是该相信自己的嘴巴，还是相信自己的鼻子呢？这3道太咸了，吃多点日本纳豆，强身健体，就是口感有点苦。以我们现在的健康标准来说，像这种食物就属于那种高什么要消钠，所以还是少吃吧。但是尝尝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